沈安，你那个好老公根本不是在给你熬什么养生汤，他是在熬催命符。到底是什么？生附子，而且是未经炮制的生附子。这东西含有剧毒的乌酮碱，稍微过量就能致人死地。可是我喝了快2年了，如果真的是剧，我怎么活到现在？因为它还加了甘草，中医配伍生附催甘草，甘草能中和掉一部分乌酮碱急性毒性，让你喝下去不会立刻毒发身亡。他是故意的，他把毒性控制在了一个不会立刻死人的安全线里。对，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楼下饺子铺的张桂兰提醒你，说你身上有股很冲的怪味儿。原来那个时候就，这个味道是。老板娘，我吃好了。姑娘，怎么了？以后别来了。别来了？是我扫错钱了吗？还是我哪里做的不对？不是钱的事，你身上的味儿太冲了。味儿没有啊，只有洗衣液的味道。老板娘，你是不是闻错了？我身上到底有什么味儿？走吧，快走！可是我还没付钱。今天这顿算我请你的，赶紧走！到底怎么回事？味儿，到底什么味儿？他在怕什么？没有味道，除了洗发水，什么味道都没有。张姐一定是认错人了，或者是她自己精神出了问题。回来了，今天怎么比平时晚了半个小时？公司加了会儿班。辛苦了，老婆。很正常的气味，这个家里的一切都很正常。怎么了？一惊一乍的。妹，你手有点凉。可能是在厨房洗舔弄的。快换鞋进来，我给你热了汤，去洗个手，趁热喝。坐。今天这盅汤我熬了足足4个小时，火候刚刚好。怎么了？胃不舒服？没有，可能是在外面吹了点冷风。你就是体寒，底子太虚了。这养生汤咱们都喝了2年了，一天都不能断。听话，趁热喝下去。2年，他每天风雨无故的给我熬汤。这个世界上，如果连他都不能信任，我还能信谁？乖，自己喝完，我去给你放洗澡水。我知道，资金的事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很快就能解决，别催了。醒了，怎么不多睡会儿？你在跟谁打电话？客户一大早就催进度，不用管他。来，早餐做好了。脸色怎么这么差？昨晚没睡好？做了一夜的梦。你这气血太亏了，今晚我给你换个方方，加点猛药，必须把你这身子骨调理过来。崔月，我想吃楼下老张记的饺子了。大清早早吃饺子，不好消化吧？我就是想吃张姐包的芹菜猪肉馅儿，我想去看看，想去吃一口。好，正好我今天休息，只要你想吃，天涯海角我都陪你去。安安，你慢点儿，当心崴脚。咦，这里的饺子铺呢？不可能，我前天还在这里吃过饺子，张姐还跟我说了话。安安，你是不是记错地方？这条街都差不多。我在这里吃了700多天，我闭着眼睛都能走过来，怎么可能记错？安安，冷静点，招天生意不好做，可能连夜搬走。连夜搬走，连门上都能积这么厚的灰，这就像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这不是搬走，这是有人在抹除痕迹。是他。你看你，弄得一手灰，崔脏啊！这根本不是正常搬家。安安，你平时就是太少出门了，根本不知道现在外面的情况。这种街边小店，10个有8个是欠了网贷跑路的。可是张姐前天还跟我说话，她还说跟刘鑫包的酸菜饺子。人家跑路前，难道还要敲锣打鼓告诉你吗？安安，你就是太善良，容易把人往好处想。她太镇定了，如果继续闹下去，会让她觉得不正常，甚至可能真的是搬走了吧。就是嘛，老公带你去吃前面的那家广少茶，你不是最喜欢虾饺吗？我们回家吧，我不想在外面吃了。好。张姐的消失，就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我原本平静的生活吸进去了一把。怎么了？手这么冰，脸色也这么惨。没事，可能昨晚没睡好，有点头晕。回去我给你把那参汤热了，你趁热喝完，好好睡一觉。好。老公。怎么了？你觉不觉得我身上有什么味道？味道？什么味道？洗发水的味道，还是你新买的护手霜？很香，是你喜欢的味道。不是这种，是一种不好的味道。张桂兰说，
很冲。他胡说八道什么？一个开饺子铺的懂什么？他就是不想做你生意，随便找个借口罢了。可是他第2天就消失了，连招牌都拆了。那更说明他有问题了，说不是欠了网贷跑路，怕被追债的找到，所以连夜搬空。你别被一个神奇兮兮女人搅乱了心神。好了，别想了，回家。吓到了，一家破店而已，没了就没了。对不起，我只是有点乱。没事，我知道你恋旧，你先休会儿，我去给你做午饭。你想吃什么？我不想吃。那不行，人是铁，饭是钢，你身体本来就弱，必须得好好补补。又是这只锅，这2年他每天都在熬。又炖汤，这到底是什么东西？怎么站在这儿？是不是饿了？没有，就是闻到味道挺特别的。今天炖的什么？昨天的没效果，看你最近总是没精神，今天换个安神的方子。这里面都放了什么？都是一些对女孩子好的东西，当归、黄芪，还有些安神助眠的草药。我能看看吗？当然。就是这个味道，和我每天喝的汤里那股味道一模一样。好了，别站着了，厨房远大，去看会儿电视。他说是当归和黄芪，可是张姐为什么要跑？当归、黄芪，就是这2个了。疲劳、嗜睡、记忆力减退，全对上了。我以为是工作太累。沈安，你就是太拼了，要学会放松。喝完这碗汤，早点睡，明天就好了。沈安，午饭好了。来啦！就是这锅汤，今天加了点茯苓，宁心安神的。你最近睡眠不好，多喝点儿，快趁热喝吧。直接问他吗？不行，我没有任何证据。怎么不喝汤？发什么呆呢？哦，有点烫，我先吃点菜。不管怎样，从今天起，这碗汤我一口都不能再碰。哎呀，这手怎么回事？抽筋了？是不是最近工作太累了？还是有什么心事瞒着我？能有什么心事？就是昨天感冒把我滴血了顿饭了。饿了可是我熬了一上午的，凉了药效就散了。如果不喝，他一定会起疑心，我必须咽下去。怎么呛到了？慢点喝。味道怎么样？今天的方子好点吗？挺好的，就是有点苦。良药苦口，为了你的身体，再苦也得喝完。安，放着我来洗吧，你去沙发上。不用，我来洗。这汤我实在喝不下了，有点饱。怎么剩这么多？这都是精华。绝对不能让他把烫到晚上。怎么？烫到没有？没事没事，就是手上沾了水太滑了，对不起啊，白费了你一上午的心血。你呀，总是这么冒失，人没事就好，情绪慢就好，只要有汤而已，别让我再你熬。这个家已经变成了一个随时会要我命的牢笼，我必须找到证据，我必须活下去。老婆，趁热喝。昨天你手把打碎了，今天我特意多熬了半个小时，药效更好。谢谢老公，你每天这么早起来给我熬汤，辛苦了。傻瓜，为了你的身体，这点辛苦算什么？快喝吧，我看着你喝完。工作上的事吧，你快接，别耽误。那我先去阳台接个电话，你乖乖把汤喝了。喝完了，怎么跑卧室来了？喝完了，我想着换件衣服准备去上班，顺手就把碗拿进来了。真乖，去洗漱吧，我把它拿去洗。怎么了？吓到你了？没事，昨晚没睡好，有点走神。
你的脸色很难看，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最近总是头晕，浑身没力气。头晕？什么时候开始的？除了头晕还有别的感觉吗？就这几天，可能是工作太累了。不行，不能拖，我们今天必须去医院看看。我马上跟公司请假陪你去。不用了，就是小毛病，我自己去就行了。那怎么行？我不放心。你下午不是还有个重要的项目会吗？别因为我耽误了正事。我保证检查完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汇报，好不好？那好吧，有任何通知我。翠玉，你到底给我喝了什么？这杯汤是我唯一的武器，我一定要查清楚你到底想干什么。抽血、验尿、脑部 CT， 能做的都做了。如果查出问题，就证明我日夜同床的丈夫真的在对我下毒。可如果查不出问题，难道我真的是个疯子？沈安是吧？哪里不舒服？我最近总是头晕、乏力、嗜睡，有时候还恶心。医生，您仔细看看我的血液里有没有什么不该有的东西。你的所有检查结果都显示正常，没有任何中毒迹象，各项指标也都在健康范围内。什么？这不可能！您再帮我开几个更深度的化验吧。小姑娘，我们这是市中心医院，仪器和流程都是最规范的。你说的那些症状，现在是年轻人里有8个。真的感觉在一天天垮掉。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熬夜、作息不规律，出现下站状态很正常。我建议你放宽心，多休息，别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自己得了绝。下一个，为什么不信我？所以真的是我错了吗？张桂兰的警告只是一句疯话。崔玉还是那个爱我的崔玉，是我凭空臆想，否定了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喂，怎么样了？检查结果出来了吗？医生怎么说？出来了，医生说一切正常。太好了，我就说嘛，就是最近工作太累，自己现在总算放心了吧？晚上想吃什么？我早点下班去买菜，给你做顿好吃的，庆祝一下。哎呀，你压到我头发了。那是谁？不，我没有疯，是崔玉在骗我。阿玉，谁的电话呀？这么半天不说话。崔玉，你旁边是谁？哦，我们在和追报表，他拿文件的时候不小心绊了一下。我这边还有点忙，先挂了啊，你早点回家休息。同事？什么样的同事会在开会的时候叫他阿玉？安，快来尝尝，今天特意去菜市场买的老母鸡，炖了3个小时呢。你今天工作很忙吗？是啊，年底了，各种报表要核对，头都大了。快吃吧，看你最近瘦的，医生都说你压力太大。工作群的消息不用管它。你也多吃点儿。他上周换了密码，我看到过一次输入的手势。老婆，趁热喝，今天这副药我特意多熬了半个小时，药效最好。好，等会儿就喝，太烫了。行，那你记得喝完。公司那边临时有个集会，我得马上过去一趟。你去忙吧，路上小心。乖乖在家等我，中午想吃什么发微信给我，我买回来做。必须留下证据。如果真的是工作安排，如果是我多心了。喂，崔玉，是你吗？怎么不说话？不方便吗？他今天喝了吗？他知道汤的事，他们是一伙的。崔玉要杀我，还有个帮凶。张瑶，亲爱的，1周年快乐！你什么时候才彻底属于我呀？快了，再给我一点时间。那个黄脸婆最近身体越来越差了。那这样什么事啊？我等不及，帮你答应过要给我买的。别急，药量我也加大了，医生也查了，成什么？这回我以为是他自己身体虚弱。对了，亲爱的，保险的事办好。保险？什么保险？不对，不在这里，到底在哪里？邮箱？那搜什么？欠款？100多万，他每天西装革履去上班，给我买名牌包，其实早就破产了，债务、出轨，那保险呢？张瑶说的保险到底在哪儿？200万，我的
刚好够填他的窟窿。10月12日买保险，10月15日开始炖汤，325万的债，他200万的1险线，他根本不是为了什么爱情，他欠了巨款，找了别人，然后给我买了一份刚好能填补窟窿的保险。这就是他要的效果。他要杀我，他每天端给我的是催命的毒药。老婆，趁热喝，这可是我熬了3个小时的爱心汤。如果不是张桂兰提醒我，我可能哪天晚上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死因只会是突发心衰竭。我不能死，我绝对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掉。医院的常规体检什么都查不出来，西医的血检根本没用。张桂兰说我身上的味儿太冲，是中药，对，是中药配体。我需要一个懂中药的人，一个绝对可靠，能帮我验出汤里到底放了什么的人。喂，安安，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大忙人怎么有空找我？你今天在诊所吗？在呀。你怎么了？声音听起来对劲，感冒啦？没有，我最近为想找你拿点李琦的茶包，你现在有空见？老地方，行，半小时后街角那家竹园茶侯。别怕，你得活下去。啊！你怎么瘦成这样了？脸色这么差？你怎么了？这是谁欺负你了？是不是翠玉那个王八蛋？没事了，我在呢，慢慢说。宁宁，我怀疑翠玉要杀我。你说什么？这是她每天给我炖的汤，这是当归和黄芪，让我喝了整整2年。医院查过吗？查过。常规血检什么都查不出来，西医没用，所以我只能找你。我带回诊所化验，你信我那儿有仪器，你现在就帮我看看。这汤，你今天喝了吗？没有。他看着我的时候，我假装烫嘴，趁他接电话，全倒进这个杯子里带出来了。没喝就好，这味道绝对对劲。你闻出什么了？是不是有毒？当归和黄芪的味道虽然重，掩盖不了一股极淡的腥麻味儿。这绝对不是普通的养生汤。我现在立刻回诊所，把里面的药渣分离出来做切片化验。我跟你一起去。你失踪太久，崔玉会起疑心。你现在立刻回家，像平时一样该干嘛干嘛。我怕我装不下去，装不下去也得装。在拿到确凿证据之前，绝对不能打草惊蛇。等我消息。这不是当归，这是生附子。甘草，他居然还加了甘草！崔玉这个混蛋，他真的想毒死安！不行，要抓紧时间告诉安，不能让这个恶魔继续伤害安。安，睡了吗？刚下，怎么了？晚上的汤我重新熬了一锅，一直温在砂锅里。你今天脸色不好，出来趁热喝了吧。我实在太困了，明天早上再喝吧。好，那你好好休息。化验结果出来了，你现在安全吗？安，怎么了？我起夜不小心把水杯碰掉了。老公，你还没睡吗？我刚准备睡，你别动，小心扎到脚。明天早上我来收拾。好，我困了，先睡了。我不能慌，我必须弄清楚他到底给我喝了什么。沈安，你那个好老公根本不是在给你熬什么养生汤，他是在熬催命符。到底是什么？生附子，而且是未经炮制的生附子。这东西含有剧毒的乌酮碱，稍微过量就能致人死地。可是我喝了快2年了，如果真的是剧，我怎么活到现在？因为它还加了甘草，中医配伍生附催甘草，甘草能中和掉一部分乌酮碱急性毒性，让你喝下去不会立刻毒发身亡。他是故意的，他把毒性控制在了一个不会立刻死人的安全线里。对，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楼下饺子铺的张桂兰提醒你说你身上有股很冲的怪味儿。原来那个时候就……妹子，你身上这味儿太冲了，不对劲啊！那到底是什么味道？那就是生肚子长期熬煮后残留在你衣服和头发上的特殊药味儿。张桂兰是个老江湖，她绝对是闻出了这味道不对，才连夜关店跑路的。
难怪我每次去医院做常规体检，什么都查不出来。这就是他最恶毒的地方。无头碱在体内代谢极快，常规的血液和尿液检查根本捕捉不到。那他到底在破坏我身体的什么地方？我最近总是头晕心。他在悄无声地摧毁你的神经系，还有你的心脏。这种实质损伤，在法医眼里就像是自然的心力衰弱。安安，怎么了？他想让我死得神不知鬼不觉。沈安，我不是在吓唬你。按照他现在的剂量，再喝3个月，你的心脏就彻底出问题，而且查不出任何原因。3个月，他连我什么时候死都算计好了。沈安，现在不是害怕的时候，我这里的设备只能做初步筛查，就算查出了生父子，也上不了法庭当证据。那怎么办？难道就看着他继续装好人？那边答应加急处理，但最快也需要3天时间。3天？对，3天。这3天你必须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绝对不能打草惊蛇。你能做到吗？我能。老婆回来了，今天怎么这么晚？今天公司加班，有点累。快坐下，看你脸色这么差，我特意给你熬了4个小时的养生汤，趁热喝了补补气血。我今天胃不太舒服，在公司已经吐过1次了，这汤明天再喝吧。就是因为胃不舒服才更要喝，这是我专门去老中医那里求来的方子，乖，听话。好，我喝。老婆，你没事吧？样本已送达，鉴定报告需要3天，你必须撑住。老婆，你还好吗？要不要我进去帮你拍拍背？3天。怎么吐成这样？汤都喝完了。太反胃了，刚喝下就全吐了，连着晚饭一起。怪我，看你最近太累，想给你补补，可能这药膳味道太冲了。明天我换个清淡的方子。好，听你的。结果出来了，我爷爷那个在司法检验中的老学生亲自做的加急，检出乌头碱类成分辅及甘草酸，系配禁剂。生附子剧毒，甘草解毒，但这2样放在一起就是中医里最忌讳的18反配位。所以他每天晚上端给我的不是什么养生汤，是催命符，长期服用，你的心脏会慢慢衰竭，常规体检根本查不毒素残留，他这是要你神不鬼不觉的死。老婆，趁热喝，这可是我熬了3个小时的。他还真是用心良苦。安安，你没事吧？我没事，我只是觉得悬在头顶的刀终于落下来了。既然毒症已经落实了，我们就不能再坐待毙。我不会让他如愿的。现在我们要想怎么让他进去，而且是把牢底穿。这份报告只能证明汤里有毒，不能直接证明是他投的毒。他完全可以推脱是买错了药材。那我们怎么办？直接报警？不行，打草惊蛇，他会销毁所有证据。他不是想看我病入膏肓吗？那我就病他看。我必须立刻行动，我要让他亲眼看到他的计划成功了。他每天盯着我喝汤，我不可能次次都装吐。一旦他发现我没喝，或者我直接搬走，他一定会察觉不对劲。那也不能拿你的命开玩笑，那汤里是生附子，多喝1口都会要命。所以，我不能再喝了。我要让他以为之前的毒已彻底发作了。我要住进医院。医院？对，只有住进医院，处于医生和护士的24小时监控下，在那医院里，他绝对不敢明目张胆地给我威胁。你想用病危来切断他的控制，顺便让他以为自己快要得手了，放松警惕。他不是一直看他最想让我死吗？我就给他，才会露出致命的破绽。好，既然要演，我们就演一出大的。宁宁别怕，你不会有事的，绝对不能有事。我当然不会有事，我还要亲眼看着他身败名裂。我们说好了，要一起做一辈子的好姐妹。我等你，带着胜利的消息回来找我。我会的。这里面的药是我用几味特殊的药材提炼的，它能短时间内引发剧烈的心悸、冷汗，甚至会让你的脉象变得极其紊乱。就算是去医院做静电图，也会显示严重的心律不和。安安，你听好，这药起效极快，一旦发作，你会感觉心脏像被一只手死死捏住一样，那种病死感是非常真实的。吃下去会很难受，但不会有危险。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今晚在叶宁那儿住呢。聊得晚了点儿，就多待了一会儿。今天怎么没炖汤？炖了，温在锅里呢。等你吃完饭喝了再睡，洗手好。今天去看叶宁，他都跟你说什么了？没什么，就说我气血两虚，思虑过重，让我放宽心，多休息。
他还给我开了点安神的药，让我睡前吃。中医就是这样，说的玄玄乎乎的。我看还是西医靠谱。明天我再带你去大医院看看。不用了，我觉得叶宁说的挺对的，我就想太多了。而且你每天给我炖的汤，不也是中药调理吗？我相信你能这么想就最好了。快吃吧，我去把汤给你端过来。翠玉，我喘不上气。安安，你怎么了？你别吓我！心脏疼。喂，120吧，快救救我老婆，她心脏病发作了，快不行了！我老婆怎么样了？她刚才在家里突然就喘不上气了，她不能有事啊！你是沈安的家属，我是她丈夫，求求你用最好的药，花多少钱我都愿意。钱不是万能的，病人现在的情况非常危险，突发且伴随多器官衰竭的前兆。他平时身体有点虚弱，怎么会这样？现在怀疑是某种让他转入急性毒素反应，进行20隐性心间的断监控。那我能进去陪他吗？他一个人在里面肯定很害怕，让我进去看他一眼。胡闹！病人现在需要绝对的静养和无菌环境，任何情绪波动都可能导致心脏骤停。你进去是想害死他吗？我只是太担心他了。家属在外面等着，没有我的允许，绝对不能靠近病房半步。护士，马上安排转运。是王主任。沈小姐，叶医生交代过了，这里很安全，来，慢慢进来。谢谢。终于逃出来了。他等不及了，他真的想杀我。他走了，我看着他下楼的。叶宁，我看到了，他刚才外面打电话，他说快了。别怕，你现在在我的地盘，他动不了你。这是你要的东西。这是我爷爷亲自做的药渣鉴定报告，生附子剂量超标3倍，长期服用会导致心溺水，神仙难救。这是你名下的那1险险保单附一件，受益人崔玉，保额200万。我的命就值200万。这是我找人黑进他手机恢复的通话录音。他到底什么时候死？我肚子里的还等不了了。快了，医生说他情况很不好，随时可能心衰。等拿到那200万，我们就远走高飞。他想让我死，那我就让他看看，到底谁先下地狱。昨天他洗澡的时候，我翻了他的钱包，信用卡账单，欠款37万，还有高档珠宝店的消费凭证，1条项链，藏链8万6。我的生日早过了，那条项链是买给谁的？录音里已经很清楚了。2年的体贴，每天1碗的养生汤，原来我的命就值这几10万的债务和1条8万6的项链。这个畜生！我现在就拿着这些去东区报警，抓他个现行。不行，证据都在这儿了，还等什么？现在报警，顶多算投毒未遂。他可以说自己不懂药理，可以是买错了药，甚至可以找律师脱罪。我要的不是他进去待几年，是他身败名捞底坐船。宁宁，接下来我该怎么做？我不能一直躲在医院里，他会起疑心的。你不用躲，我爷爷以前有个旧部，现在是市局的情况简单跟他说了，他贪欲帮我，我已经跟打过电话了，他现在应该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安安，你记住，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杨主任，您来了。路上看了你发的部分资料，时间紧，我们直接切入正题。安安别怕，杨主任是行政和法医双重背景的专家，有他在，崔玉翻不了天。杨主任，麻烦您了。把你能证明他罪的东西按时间顺序摆出来，记住，我要的是证据，不是推测。这是药渣的成分鉴定报告，典型的18反配违禁，长期服用会导致心肌衰竭，症状和自然病变极度相似，手法很隐蔽。如果不是提前察觉，常规事件很难定性为他杀。他晚上都会亲手熬好，看着我喝去。这是他的信用卡账单，还有一张珠宝店的消费凭。他欠了巨额债务，而且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所以是摆脱债务以及给新欢腾位置。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你丈夫确实有重大作案嫌疑。那能抓他吗？不能。鉴定报告只能证明他出轨缺钱，但你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证这碗毒汤是他亲手出给你喝的。可是除了他还能有谁？法律不讲还能有谁，只讲据链。如果现在抓人，他完全可以辩这药材是买错了，或者干脆说沈女士自己熬的。没有现成抓获，这案子就算是到了检察院也会被退回。我回那个家，我让他亲手把毒汤端到我面前。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你面对的是一个心思缜密的罪犯，一旦失控，你可能会没命。我不怕死，我只怕他不用付出代价。这案我接了。接下来，我们也要制定一个绝对严密的抓捕方案，你必须完全服从我。
投保生效日期。沈女士，你仔细看过这份保单的生效条款吗？这是他半年前拿给我签的，说是公司给家属的福利。但它有一条附加的意外身亡免责期，整整180天。180天，那不就是？对，说下交2之后，你因为意外或抽诊的1分不少的拿到手。他半年前就开始算计我的死期了，他每天给我熬汤，看着我喝下去，就是在等这个免期过去。这个畜生，他把人当成什么了？提款机吗？杨主任，证据都这么确凿了，你们现在就去抓他。抓他？以什么罪名？故意杀人啊，这还不明显吗？法律不看明显，只看证据链。现在我们手里有什么？动机、200万保险金和出轨，这只能证明他有杀人的理由。毒物鉴定能证明汤里有父子，但这能证明是他放的吗？不是他还能是谁？到了法庭上，他完全可以说药材是中药房抓错的，他可以说他根本不懂药理，只是想给老婆补身体，他甚至可以反咬一口，说是沈女士自己有抑郁症，自己往汤里加了东西。沈女士，在现有的证据体系下，这叫间接证据，没有监控，没有目击证人，没有他投毒的直接动作，检察院根本批敌不了。所以我必须回去。安，你疯了！你现在回去就是送死。他下周2就要收网了，他就能拿着我的钱和那个女人受的折磨，我就全白费了。杨主任，你说缺直接证据，那我就给他创造直接证据。我回来给他当着我的面把那碗毒汤端给我。沈女士，这不是电视剧，你面对的是一个心智极度自私的杀人犯。一旦你回到那个封闭的空间，任何一个微小的失误都会让你丧命。安，你别冲动，只要能把送进监狱，我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告诉我该怎么做。好，既然你决定了，那我们就做个局。但光让他端给你还不够。他可以说他不知道汤里有毒，我们需要他亲手把毒放进去。亲手放进？你们这是让他去送死！崔玉那个畜生现在已经被逼急了，万一他直接动手呢？我不同意。安，我们就在医院待着，耗到免责期结束，他拿不到钱，自然会露出马脚。你耗不下去的。他背着37万的债，那个女人还在逼他。如果我在医院一直拖着，他只换别的方法，只有让他他才会轻松手。沈女士说的是对，当凶手认为目标已经完全落入目的时，是他防备心最弱的时候。那怎么让他觉得稳操胜券？他现在连医院都不敢进。用他最想要的东西吊他。我会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原谅他了。我会说我知道自己身体不行了，只要他接我回家，好好陪我走完最后一段，我就在遗嘱上签字，把房子和保险理赔金全留。他仰恋完美丈夫，不就是为了这个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吗？现在我主动送到他嘴边。他怎么可能忍得住？这个方案可行，但你必须记住，你的任务只是诱导和取证，绝不真的喝下任何东西。这是特制的监听定位一体机，你可以把它缝在睡衣领口或者袖口。行动当天，我们的人会伪装成物业和外卖人，在你家对道和进行24小时布控。只要你引导说这半年在汤里加了生父子的事实，并且让他当面把熬好的端给你，你立刻说出暗号：这汤太烫了，我想喝口凉水。我们会在3秒内破门。3秒钟也可能出意外，万一他强灌你呢？他不会的。他是个极度自负的人，他要的是场自然病故的完美犯罪，强灌就不是意外。我会让他心甘情愿的把那碗送我上路的汤熬好。杨主任，你说，崔玉心思很细，我突然态度大转变，还要立遗嘱，如果他起疑心不上钩呢？他会的，因为他等这一天已经等得太久了。贪欲会蒙蔽他所有的理智。杨主任，外围监控已经布置下去了。崔玉离开医院后直接回了家，目前没有异常举动。他现在是个随时可能资金流向查得怎么样了？查处了崔玉名下的将信用卡全部刷爆，还有2笔高利贷，下个月就到期，总缺口在200万左右。200万，正好是沈安那份一显现的保额。我们调取了张瑶账户流水，这半年来，崔玉每个都会给他转一笔钱，数额规律。不过最近1个月转账停止了，看来是崔玉的资金链彻底断了。张瑶那边在催，对，张瑶最近在社交平台上频繁抱怨某人画大饼，情绪很不稳定，这就是他的催命符。债务压顶，情人催促，他现在比任何人都急着让沈安意外病故。继续盯着，任何风吹草动立刻汇报。放大那张纸，太模糊了，看不清内容。看他的反应，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纸。会不会是催款单？如果是催款单，他不会是这种如获至宝的表情。张瑶今天去过哪里？他上午去趟网红服公司，下午直接来了这家咖啡厅。查一下他最近的网页浏览记录，有求实是关于中药配伍或者毒理方面的内容。明白？那张纸上到底写了什么？杨主任，查到了，张瑶最近1周的网页浏览记录全被我们恢复了。他搜受子致死伎俩，如何伪造突发性心衰，无痕迹猝死。那张纸根本不是什么催款单，张瑶在教崔毅怎么下死手。崔毅的债务马上就要逾期了，他们等不及了，证据链彻底闭环，通知医院那边准备收网。杨主任来电话了。张瑶给崔玉的是加大剂量的毒药配方，他们想让你尽快死。200万的窟窿，他当然急。万一警察破门晚了1秒，万一他强硬关你喝下不行吗？光凭搜索说那是张瑶单方面的想法，他可以说他只是想给我补身体。我要的是他亲手把那碗毒汤端到我面前，亲口承认他要杀我。你真的要用遗嘱做诱饵？只有把所有的财产都摆在他面前，他
他才会彻底着这个将死人回家。琪琪，帮我守着门，我需要准备一下。老公，我错了，我不该怀疑你，不够可怜，我只有你了，带我回家好不好？我把房子和存款都给你，只要你别离开我。这样应该足够了吧？崔玉，迎接我的反击吧！你确定啊？杨主任那边虽然准备好了，但崔玉那个畜生太狡猾了，万一他听出破绽，他现在比我更急，债务快到期了，他需要我死，更需要我死的名正言顺。喂，阿玉，怎么了？大半夜的打电话，不是说看到我就觉得恶心吗？不是的，我做错了，阿玉，是我错了。我一个人在医院，好害怕，到处都是消毒水的味道，我睡不着。我想你了，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谈什么？谈你怀疑我在汤里下毒，还是谈你那个好闺蜜怎么指着骂我？不提她，是我太敏感了，是我生病把脑子糊。阿玉，你别生我的气，我什么都听你的。房子、存款我都给你，带我回家好不好？傻瓜，我怎么会生你的气呢？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别哭了，乖，我马上来医院陪你。我等你。啊，你做的很好，真的很好。他上钩了。他马上就到了。你现在的身体状况真的能应付得了吗？要不我把他赶走？不行，血已经布下了，现在退缩，前面我就白吃了。我必须让他相信，我已经彻底认命了。你来干什么？安安需要休息。叶宁，我是安的丈夫，她生病，我理所应当来照顾她。让开！照顾？你确定是照顾，不是来催命的？叶宁，这是我跟安安的家事，你一个外人最好别插手。你别吵了，是我让他来的。你先回去吧，我想单独跟阿佑待一会儿。安安，你就是太心软了。阿佑，对不起，我知道你一直在照顾我，是我太敏感了，我不该听信别人的闲言碎语，不该怀疑你。哇，说什么对不起？你生病了，身身难受，肾虚稳定，情绪不稳定，这我都能理解。我想回家。好，等你身体稍微稳定点，我就接你回家。你看，我连夜给你炖了汤带过来，家里什么都有，只要你乖乖听话，我天天给你炖汤补身体。我都听你的。你放心，你好起来就好。怎么了？是不是哪里舒服？我去叫医生。我没事，就是突然觉得胸口闷。阿玉，我想喝点水。阿玉，我这次再会喝。在门关走了一遭，一个人躺在重症监护室的时候，我想明白了很多事。别瞎想了，医生都说了，你只要好好休养，按时我给你炖的汤，很快就能恢复的。我的身体我自己清楚，这2年越来越差，这次又闹得这么凶。不许胡说，有我在，我绝不会让你有事的。你听我说完，我几天躺在个病床上，要这样这个怎么个？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着等我出院了，想把名下财产做个安排。你别这么悲观。不过如果真的不放心，我让你安心养病，我可以帮联系个靠谱律师。我的意思是，先把手续走一走，就当是买上个心安。你这些繁琐的事情交给我去办就好。律师，好，我不想让外人操心，也不想让我爸妈跟着干着急。好，我明天就去联系。你名下那套房子还有之前的理财账户，确实需要提前理，免到时候手续麻烦。不用理了。什么意思？我想把所有东西都给你。你别说这种话，弄得好像在交代后事一样，我听了心里难受。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交给你我最放心。好，我明天一早就去联系，最好把手续办妥，绝不让你操野心。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喂，大半夜的，你还在医院陪那个黄脸婆耗着？瑶瑶，成了。什么成了？那200万的保险金批下来了？比那个更好。他刚才亲口所有的财产，包括那套房子和理财账户，全都转给我。哟，这蠢女人终于开凑了，还以为她死死抱着那些钱进棺材呢。他信了，快了。他现在对我深信不疑，觉得我明天这个遗嘱上对照协议弄好，我们就彻底自由了。那你可盯纸，明天把字签了，免得夜长梦多。等钱一到手，咱们就去三亚看别墅。放心吧，只要字一签，我就不用再跟他演这出深情戏了。不过，你别高兴得太早。怎么了？那汤的事，你确定没留痕迹吗？安还没睡呢。睡不着。你不是回去了吗？怎么又来了？我不放心你。刚才在楼下，我越想越觉得对不起你。你变成这样，我还惹你生气。我没生气，我只是觉得有点累。你刚才说要把财产都转真的吗？你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故意气话？不是气话，
我这身体也不知道还能撑多久，那些东西留着也没用，就不交给魏放心。安，你别这么说，你一定会好起来的，我一定会找最好的医生治好。对了，安，你之前说觉得我熬的汤有问题，是不是听谁跟你说的？没有谁跟我说什么，我只是听着难免胡思乱想。你每天那么辛苦给我熬汤，我怀疑得起。傻瓜，我怎么会怪你？只要你相信我，我就信你。我刚才去楼下餐厅，让他们给你熬了点小米粥，你喝一点吧，暖暖胃。我不想吃，我想休息。好，那你好好休息，我明天一早再来看你。崔玉，你的狐狸尾巴终于要藏不住了。安安，好消息，我刚才去求了杨主任半天，他终于松口了。今天我就接你出院回家。真的吗？我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当然是真的，医院里到处都是消毒水味儿，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回家去，老公天天陪着你，给你做好吃的。之前是我病糊涂了，居然怀疑你给我熬的汤有问题。傻瓜，夫妻之间说什么对不起？你生病难受，发脾气是正常的。只要你现在相信我，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相信你，所以为了证明我的诚意，我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等回家我名下的那套房子，还有那200万的理财，全都转到你名下。安安，你这是干什么？你把我崔玉当成什么人了？我照顾你是因为我爱你，不是为了你的钱。我知道你不是为了钱，可是我身体这个样子，万一哪天我真的，我总得给你留点保障啊。你为了这个家付出了这么多，这是你应得的。不行，绝对不行！这话你以后千万别再说了，要是让外人听见，还以为我图谋你的财产呢。你要是不答应，就是还在生我的气，就是不肯原谅我之前的无理取闹。你要是不收，我今天就不出院了。哎，你这又是何必呢？老公，你就当是为了让我安心，好不好？其实我今天来确实带了一份文件，这是一份财产转让意向书，我本来是打算签了字，向你证明我自愿放弃你所有财产，绝对不会动你1分钱的。但既然你非要这样，人前崔玉，你真是不计基啊！不用你放弃，我来签，只要签了这个，就能证明我们夫妻同心，对不对？安安，你可想清楚了，这意向书一旦签了，虽然还要走法律程序，但也是有效力的。我想得很清楚，笔呢？给我笔。安安，你好好休息，我去跟医生确认一下出院手续，明天一早我就接你回家。好，老公，我等你。拿去吧，那是你的催命符。他走了，我刚和长官通过电话，警方已经全面启动布控。终于到这一步了，别放松得太早，沈安。从你明天踏出这一楼的医疗保护圈，接下来的每一步都必须精准无误，任何偏差都可能致命。您说，我全记在脑子里。第一，外围布控，警方已经在你家楼下的便利店、小区保安亭安排了便衣，你家对门的住户今天下午就搬走，特警会进驻那里为突击点。好。第二，他们是最威胁你家门，一旦关上门，那个密闭空间里就只有你和一个急于杀人灭口的恶魔。他现在拿到了财产转让意向书，张瑶和高利贷那边绝对在疯狂催他，他没有时间了，他一定用最快的速度除掉你。你回去之后必须维持随时要死的假象，绝对不能让他看出你有一丝一毫的防备。我知道，只要他把那碗加了料的汤端给我，就立刻按下口袋微信报警器。对，按下报警器后，对门的特警破门需要大约30秒，这30秒你绝对不能喝下任何东西，更不能提前激怒他，让他狗急跳墙。明白，我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沈安，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如果他今晚就动手，你要撑到我们进门。安安，手续都办好了，咱们终于可以回家了。好，在医院待的我都快发霉了。回家就好。我昨天特意去菜市场订了最新鲜的食材，回去就给你熬汤补补身子。辛苦老公了，我都听你的。走吧，我要搭公车。外面风大，你站在这儿别动，我去地下车库把车开上来接你，最多5分钟。好，我等你。他怎么敢来这里？他是在监视崔玉，还是来确认我是不是真的快死了？来，慢点，小心碰头。怎么出了这么多汗？是不是风吹不舒服了？我把空调打高点。没事，就是有点累，想早点回家。马上就家。怎么不接？万一是公司有急事呢？推销电话卖保险的，烦死人了。哦，我还以为是你哪个朋友。今天你出院，天大的事我也得往后推。关了清静，今天我只陪你，谁也别想打扰我们。老公，你真好。慢点，终于到家了。
你赶紧躺着歇会儿，我去把行李收拾了，再给你倒杯温水。好，辛苦你了。傻瓜，跟我还客气什么？怎么会没有？警察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老婆，喝点水。怎么手抖得这么厉害？是不是哪里舒服？可能是刚上楼上走得太急，有点累了。你好好躺着，我去厨房看看冰箱里还有什么。今晚必须给你炖点好东西，好好补。设备被动过，是崔玉打扫卫生时发现了，还是张瑶提前来过这个家？杨主任，您之前给我开的2号，我把它弄掉在角落了，包装好像破了，还能吃吗？2号录音设备暴露了，崔玉或者那个女人动过手脚。沈安刚发号，2号点被动过队，嫌疑人可能已经有所察觉，或者有第三方提前入室。好，我明白，隐蔽特种控方案收网的底线必须保证他的生命安全。如果有突发情况，我会以医疗干预的名义直接介入，药效可能受影响，不要勉强服用。老婆，吃点水果吧，刚切的苹果很甜。谢谢老公，我现在没什么胃口。你呀，就是太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了。医生说你这病得静养，你非要闹着出院。医院太冷清了，我想回家，我想和你在一起。傻瓜，我当然想你回家。对了，你之前在电话里说律师那个……果然，他最关心的只有这个。我已经跟李律师确认过了，他明天上午就会带着文件过来，只要我签了字，房子还有那份保险就都是你的。老婆，你说这些干什么？我只要你好好的，钱算什么？只要你能好起来，我宁愿什么都不要。我知道你对我好，这2年如果不是你天天给我熬汤，我可能早就撑不下去了。你能明白我的苦心就好，你先躺会儿，我去把水杯洗了。老婆，你今晚想喝什么汤？他要动手了，就在今晚。亲爱的，你不是说律师明天上午去签字吗？那件事今晚就动手吧，夜长梦多，人家不想再等了，这个破包裹都被灭了。急什么？明天过后200万到手，一切都是我们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这小子等不及了。各小组注意，目标嫌疑人准备实施犯罪，立刻收紧。1号位收死布网，1号位钉死窗户，2号位随时准备跑。1号位收到，2号位收到。张警官，医疗急救组已经就位，只要他把药下进去，证据链就彻底闭合了。今晚就是了。他心情很好，因为他觉得过了今晚，那200万的保险金就是他的了。安，先喝点温水润润嗓子。排骨我已经处理好了，马上就下锅。手怎么这么凉？是不是暖气开的不够大？不冷，就是有点累。乖，再忍忍，等喝了这碗汤，好好睡一觉，明天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各小组注意，嫌疑人已经开始准备熬汤，随时准备行动。2号位确认破门工具斧就绪，2号位就绪，随时可以破门。沈阳的心率飙升到了120，他现在极度恐惧。这畜生太弄了，主任，只要他把毒药下进锅里，我们立刻冲进去，绝对不能让沈安有任何危险。稳住，必须抓现行，证据链不能断。那个瓷瓶，我从来没见过，就是今晚了。你终于等不及了。他真的倒进去了，2年的夫妻，200万的保单，这就是我的催命符。张队，沈安的心率飙到120了，他在极度紧张，身体况随时可能崩溃。各小组注意，目标证据链还差最后一步，必须等他明确将这碗汤作为食物递给受害人。1、2组贴近门外，听我口令，随时准备破门。老公，我想再喝一次你炖的汤。好啊，我这就给你盛。
张警官，沈安的心率飙到120了，他的身体状况承受不住这种极度的心理高压，随时可能克。一组、二组，贴紧门缝，听我口令，只要他把汤递过去，立刻破门，绝对不能让液体沾到受害人的嘴。警察别动，把手里的东西放下。崔玉，不要动！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我是她丈夫，你们凭什么抓我？凭什么吗？就凭你手里那碗汤，那是我给我老婆熬的补汤，她身体虚弱，我照顾她法吗？安，你快跟他们说！张警官，辛苦你们了。你的身体。张队，厨房灶台上提取到熬药的砂锅，里面还有残渣，在厨房橱柜最里层的暗格里搜到这个词，里面还有没用完的粉末。那是普通的调理中药，是我托人拿哪个瓶子就定我的罪。师傅不动的化验室会给你答案。生附子配甘草，崔毅，你为了这点保险金，心思够歹毒的。沈女士，你现在安全了，救护车就在楼下，杨主任也在，我们先护送去医院做个全面检查。谢谢，我清醒的很。沈安，你这个毒妇，你居然敢算计我！是两口。沈女士，披上吧，今晚可能还需要你配合回局里做个详细的笔录。好，我跟你们走。安，宁宁，我出来了。你吓死我了，知不知道？我真怕那畜生狗急跳墙伤到你。不过现在好了，那畜生被打听了，张瑶那小贱人也连被逮进去了，结束了，安安，一切都结束了。还没有，只要法锤还没有落下，这场仗就不算打完。法官大人，我真的冤枉。那锅汤，那真的就是从网上找来的养生配方。安安身体下班不管多累都坚持给熬汤，我只是想让她快点好起来啊！我承认我不算错了比例，但我怎么可能故意杀她？我那么爱她。人犯崔玉，你声称自己不懂药理，只是放错了比例。报告显示，被告人熬制的汤药中，生附子与甘草的剂量精准避开了急性中毒的致命，而是采用了隐蔽意义的慢性配比。这种配比需要极高的药理计算能力，一个不懂中医的人能连续2年做到分毫不差。我就照着网上的偏方抓的药，这只能说明那个偏方有问题。您不能因这个就定故杀人。审判长，检方的证据只能证明的不有通明汤里有毒，检方深刻当属过失主观杀人。审判被告人，检方申请当庭播放一段音频证据，这是警方在抓捕完从同案犯张瑶被没没手机中通过技术手段加密通话录音。你到底什么时候动手啊？我看上那个包都要断货了。季婶，这事必须做得干净。生父他今晚喝下这最后一次，深信200万保险包金全是我们的，医院会裁出突发心脏衰竭，谁也怀不到我头上。你乖乖等我。现在进行宣判，被告人崔玉为骗取巨额保险金，长期向妻子沈安投放含有剧毒生子的汤药，主观恶性极深，犯罪手段影响极其悍烈，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崔玉无期徒刑。安，你救救我！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看，在我们8年感情的份上，被告人张瑶明知崔玉的杀人仍积极参与谋划，并提供毒药配方法，系本案共犯，其行为构成故意张扬瑶有期徒刑15年。15门？我不要做我的！你这骗子，你毁了我民法呀！李婷，把被告人带下去。安，结束了，那个畜生终于遭报应了。是啊，结束了。终于摆脱了那个恶魔了。终于结束了。外面的空气闻着都比免新鲜。安安，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很轻，感觉身上那股腐朽的药渣味儿终于彻底散干净了。那个渣男要在里面待一辈子，张扬也得蹲15年。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我陪你出去旅游散散心？不去了，我打算先把那套房子卖了。卖了好，那种充满噩梦的地方，一天都别多待。我想用的那笔想好了，就叫宁安堂。宁安堂，叶宁的宁，沈安的安，这个好，我入股，我给你当技术指导。姑娘，我没别的事儿，就是想来看看你。大姐，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后来在电视上看到那个案子。打听到你开了这家店，我这心里一直放不下。那天晚上跟你说那句话，翻来覆去一宿没睡着，天没亮就关了店跑了。我怕你出事，也怕自己惹上麻烦。大姐，你那一句话救了我命。我年轻时村里有人误食生父子，差点死了，那个味儿我一辈子都忘掉。你闻对了，
大姐，你吃饭了没？我这儿没有饺子。那有啥？有安神的花茶，专门配的方子，喝了睡得特别香。坐下喝一杯吧。安神的？安神的。那个救了我命的人，我找了2年。今天他坐在这儿喝我亲手沏的茶，我身上的那股味儿终于彻底散了。